来到舒马赫和法拉利红色王朝。在2004年，法拉利迎来了他们进入21世纪以来最强的一台战车 F2004。这台赛车拿下了法国站之前9场比赛的6场杆位，并且其中的8场胜利都由舒马赫拿下。唯一一场没拿冠军的比赛是那一年的摩纳哥，他在安全车后面锁死了轮胎。身后的蒙托亚为了避免追尾而开到了车王的内线，但这时候内线已经没有空间了，两人发生了碰撞，舒马赫撞上了赛道护墙。这次事故也终结了车王开局6连冠的希望。但是来到法国，法拉利 F2004 并不是最快的赛车，当时的轮胎供应商有2个，米其林和普利司通。10支车队也分成了2个轮胎阵营，其中有4支普利司通车队，但其中只有法拉利是前排车队。剩下的3支普利司通阵营的车队，索伯、乔丹和米纳尔迪，基本都只能为了积分而苦战，只有索伯的菲斯切拉和年轻的马萨能偶尔惊艳。剩下的6支车队都属于米其林阵营。普利司通的特点是持久，在一个较长的 stint 末期也能跑出很好的圈速，但是慢热，进入工作温度要3-4圈，而米其林升温很快，但没有普利司通持久。不过在当时的法国马尼库尔赛道，普利司通的优势已经完全不在了，因为马尼库尔赛道表面十分光滑，非常不利于轮胎的升温，这就让普利司通阵营吃了亏。搭载米其林轮胎的雷诺224的性能虽然不如法拉利 F2004， 但阿隆索还是借此机会以 0.273 秒的优势领先舒马赫拿下杆位，索伯、乔丹和米纳尔迪集体垫底。更不走运的是，舒马赫的队友巴里切罗排位赛仅仅跑了第10，完全帮不到车王。但好在阿隆索的队友特鲁利在排位赛失误了，在当时单圈定胜负的情况下，只能屈居第5，避免了舒马赫被2打1的风险。在比赛开始之前，先来简单了解一下马尼库尔赛道。这条赛道在2008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 F1 赛历上了，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偏了，严重影响了上座率以及收入。法国大奖赛也因此缺席了9年，直到2018年才回归赛历，来到保罗里卡德赛道。马尼库尔赛道的特点就是高速组合弯多，回头弯多，所以超车很难，最好的机会就是5号阿德莱德弯之前。而这条赛道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一些弯道是以其他赛道的名称来命名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阿德莱德就是澳大利亚的一条赛道，在1995年之前都是澳大利亚站的举办地。再比如7号纽博格林湾和12号伊莫拉湾，这些名字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比赛即将开始，不可一世的舒马赫对战年轻人阿隆索，法拉利 F2004 对战主场作战的雷诺224，究竟鹿死谁手？雾斩红灯熄灭，比赛开始，舒马赫和阿隆索都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第5的特鲁利火箭起步干到了身前的库特哈德和巴顿，但他却跟不上阿隆索和舒马赫的节奏，被2个人越拉越远。即便有一个美妙的开局，但他依然帮不上头哥，而头哥正在利用米其林轮胎升温快的特性，慢慢拉开与舒马赫的距离，但最多也只带开了 1.5 秒，就被轮胎逐渐进入工作效率的舒马赫追了上来。第10圈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了1秒以内，而特鲁利已经被拉开了一个发车直道的距离。在阿德莱德湾，2个人已经离得很近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舒马赫在第11圈就进站了，而且加油只花了 7.4 秒，这让雷诺技术总监帕特西蒙兹感到十分诧异，因为在法国站3停是主流策略，舒马赫进站早，但加的油却不多，所以西蒙兹主观上认为舒马赫是想通过缩短进站时间来保证自己不会在出站后陷在中游慢车阵里。但不要忘了，法国站是在7月份举办的，当时的比赛周末的气温是27摄氏度，赛道温度高达47摄氏度，而且欧洲处于夏令时，随着比赛的进行，气温还会升高，如此的高温就会造成轮胎衰竭十分严重。即便法拉利搭载了慢热的普利司通轮胎，加了30到40公斤的油，轮胎的严重损耗也会使得刚进过站的舒马赫快过没进站的阿隆索。头哥实际上还面临着被 undercut 的风险。果不其然，舒马赫出站后的速度比阿隆索要快，但由于赛道难超车的特性，被挡在了没进站的佐藤卓摩身后，损失了一些时间。西蒙兹立刻决定缩短第2个 stint， 拉长第3个 stint， 来反制自己所认为的舒马赫的策略。于是在第13圈把特鲁利叫进站，第14圈又把阿隆索叫进站，出站后正好卡在佐藤卓摩身前。但此时的雷诺与西蒙兹还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掉进法拉利制造的陷阱当中，错就错在了他们认为舒马赫会和阿隆索一样3停。1圈后，佐藤卓摩进站，头哥和舒马赫之间再无阻拦，但刚出站，佐藤卓摩就爆缸了，这是他本赛季10场比赛里废掉的第4个本田引擎，真的是日本人专坑日本人呐。
此时比赛的剧本又回到了比赛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佐藤琢磨的阻挡以及普利司通轮胎的慢热，头哥把舒马赫拉开了将近4秒。但在舒马赫轮胎逐渐进入工作效率以后，二人的差距又一次逐渐缩短了。第25圈，舒马赫再次追到了1秒以内。虽然被套圈的潘尼斯挡了舒马赫几个弯角，让阿隆索稍微喘了口气，但是车王很快就又追上了。不过依然因为马尼库尔赛道难超车的特性，无法完成超越。第28圈，舒马赫完成了一次非常短的2停，这就很有意思了。法拉利只加了足够跑大概9圈的油，反观在下一圈进站的库特哈德则花了8.5秒，比舒马赫加的油要多很多，这就显得舒马赫的进站很不寻常了。但帕特西蒙斯依然认为法拉利还是3停的策略，于是他寻思着舒马赫这次极短时间的进站应该仅仅是为了安德卡塔阿隆索来取得赛道上的短暂优势，因为3停舒马赫肯定会加很多的油，比赛末期肯定会被阿隆索轻松超越。但是呢，头哥的轮胎也不行了，出弯时在不停的打滑，队友特鲁利和巴里切罗也在2圈之后同时进站，都花了7.2秒，这让舒马赫身前有了一大片空当，不停地刷新最快圈速，每圈都要比阿隆索快1秒多。于是头哥不得不在第31圈末进站，也就是舒马赫进站之后的第3圈。这次进站其实要比原计划早5圈，尽管头哥的进站只花了6.2秒，但被舒马赫 undercut 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了。当阿隆索驶出维修区，远处的舒马赫呼啸而过，消失在了天际线，而车王也在这一圈创造了马尼库尔赛道的正赛最快圈速1分15秒377，两人的差距是3秒。刚出站的阿隆索还可以凭借新轮胎的优势把距离缩短到2秒，但随着高温给米其林轮胎带来的衰竭和普利司通轮胎逐渐进入状态，头哥最终还是渐行渐远了。终于，偏心的法国导播不再把镜头纠结于阿隆索和舒马赫了，让我们可以看看季军的争夺了。特鲁利、巴顿和巴里切罗3人之间的差距都在1秒左右，巴里切罗更是凭借赛车性能优势，在常规策略下从起步的第10追到了第5。但是很快镜头又切回到了前面，因为舒马赫在第41圈末领先头哥5.5秒的情况下又进站了。这次进站只有6.5秒，还是很短，不够跑完全程，只够17、18圈的样子。此时帕特西蒙斯才幡然醒悟，法拉利自始至终就没想过3停，他们只是想骗雷诺，让雷诺以为自己要3停，然后把阿隆索带到舒马赫的比赛节奏里，自己再用轻油拉出一个进站窗口。但想要改变策略为时已晚，因为此时头哥还剩很多油，4停一定是毫无胜算的，只能硬着头皮让阿隆索在场上跑。舒马赫夺走了比赛的主动权，这场比赛他已经赢了一大半，和特鲁利之间的距离也让舒马赫在出站后依然在特鲁利身前，同时落后阿隆索11秒，可以专心刷圈速了。此时的头哥却遇到了麻烦，在套圈马萨时，马萨并没有让出行车线，头哥伸出了拳头，愤怒地指责自己未来的队友。第45圈末，头哥3停，8.7秒的进站时间也意味着他不会在接下来的25圈再进站了。出站后再次目送舒马赫驶过1号弯，这个场景怎么似曾相识呢？轻油再搭配上进入状态的普利司通轮胎，此时的舒马赫已经在阿隆索身前10秒了。第51圈，除了舒马赫阿隆索大战之外的高潮终于来了。特鲁利3停之后，巴里切罗渐渐咬上了巴顿，巴里切罗并没有急于动手直接进站，下一圈巴顿也进站，季军的争夺全在这最后的3停上了。顺利的话，巴顿其实可以 overcut 掉特鲁利，但就在这关键的一刻，巴顿却在出站时离合出了问题，触发了防死火，耽误的1秒直接放过了特鲁利，同时身后的巴里切罗也跟了上来。5号弯之前的直道，全场几乎唯一的超车机会，巴里切罗成功在内线过掉了巴顿，来到第4。恭喜乔丹车队的潘塔诺获得 VVIP 观赛席位，巴顿本可以到手的第3也瞬间变成了第5。在前方，轻油的舒马赫已经把头哥拉开了20秒。第57圈末，车王4停，足够大的差距，5.8秒的进站和马尼库尔赛道极短的维修区，让舒马赫在出站之后依然领先头哥7秒多。舒马赫的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了。在孤独续航了10多圈之后，舒马赫领先阿隆索10秒冲线。在自己第7场法国大奖赛的胜利上，舒马赫完成了一场惊天逆转，这正是独孤求败的舒马赫所希望迎来的挑战。雷诺的工程师们也趴在围场护栏边，准备迎接在法国主场拿下2-3的2位车手。但你以为比赛结束了吗？最后一圈的15号弯，也就是倒数第3个弯角，只见特鲁利像突然昏厥了一样，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巴里切罗。当他想防守的时候，已经晚了。巴里切罗成功超过了特鲁利，夺下了季军。法拉利的14名瞬间变成了13，这又能让法拉利高兴一阵了。
注意，这位和巴里切罗一起走进称重区，并和2位车手一起登上领奖台的工程师，他就是卢卡·巴尔迪塞里，舒马赫夺冠的幕后功臣。他是法拉利车队的首席策略师，就是每场比赛坐在罗斯布朗身边制定策略的关键人物。他在比赛前1周就想到了法国赛道的特性，并由此推断出舒马赫并不一定能拿到杆位。如果不能，那就要跳出这些条条框框，制定一套接近的策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反正法拉利有冒险的资本。于是车队把舒马赫赛车的后悬挂调软，胎压调低，调成了一台专门用来冲刺的赛车。不过会比巴里切罗的赛车更吃胎，舒马赫也发挥出了当时6冠王的实力，超额完成了法拉利的期望。同时赛车之间性能的鸿沟也是不可忽视的。巴里切罗通过常规3停策略可以从第10追到第3，这恰恰说明了 F2004 强大的统治力，也给法拉利的4停策略提供了更多的保障。所以说车队和车手之间组成的是一个三角，三角形是最稳固的结构，但只要一个角塌掉，整个三角形就都会崩溃。20年前的法拉利不仅拥有场上最快的赛车，还有舒马赫这样统治全局的1号车手，巴里切罗这样甘当绿叶而且能力挽狂澜的2号车手，不光会电信诈骗，还会把对手诱骗到自己陷阱里的策略组，略显无情但总会保证双线争冠利益最大化的罗斯布朗。如果这个赛季的法拉利还想争冠，或许只能期待车队上下倒退20年了。